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个视频给大家介绍 ControlNet 插件里边新的预处理器 Reference Only， 这个翻译过来应该是仅供参考的意思。这个预处理器呢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它给它一张参考图，然后再结合它的提示词，就会生成一些类似的图片。这些图片跟你的参考图的内容尽量是保持一致的，比如说它的环境、颜色、画风、整个构图之类的都是非常相近的。这是第一个案例，作者还给了第二个案例，就是这个。也就是说，这个预处理器它同样适用于二次元。你可以看到这张图，这张图它也介绍了是人画的一张图片，然后用了这个预处理器之后，这里生成的这样的一个图片，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人脸。就是说，这个人物是没有变的，但是其他的一些细节在变化，比如说他的帽子、衣服，就是这里它的一些细节是在变的，可以看一下，还有动作也是有一定的变化的。作者这里也介绍了，画同一个人物，但是有一定的变化，用这个预处理器问题还是不大的，还是可以做到的。这是第二个案例，我们再看到第三个案例，这是一个真人的一个图片，然后他用了这个预处理器之后，就生成了这样的一个相类似的图，不能说完全不变，但是人物还是比较相似的，有一定的变化。但是你可以看一下衣服的细节还是比较相近的，就是衣服的细节保留的还是比较好，就是这个。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预处理器到底是怎么样的。首先我们需要更新，因为在这里作者也介绍了，你要使用这个预处理器呢，你的 ControlNet 的一个版本至少是这个 ControlNet 1.1.153版本以上的，就是这个。所以说，我们首先要去更新我们的 ControlNet 插件，尽量是更新到最新的一个版本，它会解决很多的一些 bug。那怎么去更新？我们先来到 Stable Diffusion 这个页面，你可以点这里的扩展。已安装，这里有一个灰色的检查更新，你点它，它就会自动去更新我们的插件。你可以看一下，这里是它的一个进度条，然后这后边更新完了，它会显示是最新还是落后的，就是这个。然后现在我已经更新好了，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，这个是我们的 ControlNet 插件，然后我现在就是已经是最新的了。然后你更新好了之后，你点这个应用并重启，它就可以运用最新的一个 ControlNet 插件了。然后你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是现在的一个版本 ControlNet V 1.1.173，就是最新的一个版本，目前是这个。如果你使用这种方法你更新不了，那怎么办？你可以到这个地方，就是我们的 WebUI 的一个目录，然后你找到 Extension 这个文件夹，点进去，然后你找到你的 ControlNet，就是这个文件，然后点进去。点到这个地方，你在这里鼠标右击，这里在终端中打开，或者是你没有，你可以在这个地方输入 PowerShell 或者是 CMD 都可以，然后回车，它就会进入这个窗口。进入这个窗口之后，你输入一个命令，就是 get pull， 就是这个命令，然后再 Enter 键进行运行。你可以看一下。它就会自动的去帮你把这个 ControlNet 插件更新到最新的一个版本。因为我现在已经是最新的版本，它会显示这样的一个字样。如果不是，它就会有一些代码，然后慢慢跑，就这个非常的快。然后这里我就不去演示了哈，你重新启动你的 WebUI 就可以使用我们最新的 ControlNet 插件了。如果这两种方法你都没有成功，那你就得重新去安装我们的 ControlNet 插件了，就重新装。明白了吗？然后我们再讲一下这个预处理器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我们这个 ControlNet 打开之后，点这里的启用，然后这里预处理器我们就选择这个 Reference Only。你注意了，选择了这个预处理器之后，这后边这个模型就没了。可以看到哈，然后如果你的电脑的一个配置不高，你可以勾选这个低显存优化，它速度会慢很多。然后这个建议勾选这个完美像素。然后下边的就是跟我们以前用的是一样的，这个地方呢是，就是说参考的一个程度，就是我们把这个图片传上来，就是这个，我们也传一张小狗的图片，我们把这个图片传上来，然后呢，这个地方是参考这张图片的一个程度，这个值越高，那参考的程度也就越高，也就跟这个图越相似。这个值越低，那参考的程度也就越低，跟这个值就越不相似，就是这样的。
等会儿我给大家去详细讲一下这个值到底怎么去用的，它有什么区别。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就设为1，然后注意了，你要使用这个的话，你就必须是在这个模式下进行使用的，就是这个模式，你要勾选它才可以使用这个参考的这个忠诚度，应该是。我们把这张图的一个大小上传，然后上到这里，它是1024×1024的提示词，我们就用这个，就用作者给出来的这个提示词吧。然后正向。反向提示词你也可以用一个比较通用的提示词，然后这里20步，这里我们就默认吧，就不改它了。然后我们直接点这里生成。好，这里生成的你可以看一下这2张图，这张图是我们的原图，就是参考图，这张呢是我们用这个预处理器生成出来的一个图片。这2张图你可以看一下狗的脸，基本上是一样的，然后它的颜色呀，还有环境都是很类似的，就是这个预处理器就是生成的这样的一个效果，大家可以对比看一下。然后这个是第1个案例。作者还介绍了第2个，就是说这个预处理器是适用于2次元的，我就把这个2次元的这张图就上传上去。这个是作者就是给出来的这张图，我用它，然后大小我也上传上去，它是这样的一个大小，点这个就可以上传它的大小了。然后同样的这些我就不改了，就是这里都不改了。然后这里的提示词我得改一改。然后这个地方我加一个这个吧，然后其他的你可以看一下你要不要改的，我这里就改成4张图片，然后下边基本上没什么改了。然后模型大家注意了，你这里上传的是一张2次元的一个图片，那你上边的模型你要改成2次元的，不然效果没有那么好。我就用的这个 anything 的，你可以改一些其他你喜欢的2次元模型，然后点这里生成。好，这里生成的你可以看一下，这张呢是我们的原图，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其他张的，可以看一下这个脸是没有变的，就是这个，你可以看一下脸跟原图的脸是一样的，然后其他的细节有一定的变化，就是这个。那么这个是我们第2个，当然我们还可以就是给它其他的一些提示词，比如说我想把它的头发变成就是红色的头发。Red hair， 然后我们再变一个就是哭的一个表情吧，就是让它哭，然后又是红色的头发让它哭。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同样点生成，你可以看一下效果怎么样。好，这里生成了，大家看到这张图，这张图就是我们生成过后的，变成了红色的头发，然后再哭泣，就是这样的图片。但是这个人物脸是没有变的，就是人物还是那个人物，但是细节已经变了。就是这张是原图，你可以看一下。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预处理器，它非常的强大，就是这块，就是人物基本上不会变，但是细节会变一些，就是这块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2次元的，然后你可以看一下，作者还介绍了一个真人的，就是这个。就是真人的这个，我们来看一下效果，它怎么样？就是测试一下。这里我也把这个图片就是下来了，然后同样我们上传这张图片的大小，它是这样的一个大小。然后下边我们就也不改它，就这个。然后上边我们用它的这个吧，上边我们用它的这个提示词。这里我们把这个删掉，然后我们是用它的那个就是参数啊等等之类的了，就是这块。然后它的模型是用的这个模型，这个模型。
后大家点生成，你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怎么样。好，这里生成了这张呢是原图这张，然后我们看一下其他张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，就是生成出来的一个图片还是非常相似的，就是跟原图，然后它特别是衣服的细节是非常相近的，就是这个，它还保留了帽子，当然那个帽子有一定的变化嘛，就是这个，你可以看一下它们的对比，这个是真人的，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就是这里这个强度。它到底有什么效果？我们看一下哈，就是我刚刚也介绍了，这个越高它参照的一个程度也就越高，越相似；越低它参照程度也就越低，越不相似。比如说我们在这里传一张照片上去，我们就传这张吧。然后这张呢，我们要把大小也改成跟它一样的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小。然后这里我们都不变。这个呢，如果我们这个值为0，注意了，你要使用这个，那你的模式是必须是这个 balance 的这个模式。然后如果是0的时候，你可以看一下它参考这张图，它参考的程度怎么样。然后上边我们这里的提示词得改一改。然后这里我们就生成一张图片。然后这个地方种子我们就随机了吧。然后上边你这里是2次元的，那你上边的这个模型也要是一个2次元的这样的一个模型。然后你检查一下没什么问题，然后就可以在这里去生成了。好，这里生成了，你可以看一下这张图片，这张图片跟我们原图相似度真的非常的低，你可以看一下。都非常低，我们把它保存一下，我们保存为 test 0吧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图片，就是这个。然后我们把这个改为0.3，这儿我直接输入吧，就是改为0.3，它的这个参照程度，你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又是怎么样的。我们同样点这里生成，好，我们生成了，这个是我们参照程度0.3的时候的一个图片，这是原图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它的这些发饰还是有一定的相似程度的。我们同样把它保存出来 ，test 0.3，然后我们把这个再改了，我们改成这个0.65吧。好，这里生成了，你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是参照程度0.65的时候，我们同样保存 test 0.65，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参照程度为1的时候，点这里生成。好，这里生成了，你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是参照程度为1的时候就非常相近了，看到没？同样保存出来。然后我们来对比一下这几张图片。好，大家看到这几张图，这个是参考程度为0的，这个是0.3的，这是0.65，这个是1的，然后中间这个是我们的原图，也就是我们的参考图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参考程度越来越高，那么它越像原图，就是这个是最不像的，这个是最相近的。这2张是最相近的，所以说我们的那个参考程度越高，它的这个相似度也就越高；参考程度越低，它的这个相似度也就越低，就是这样的。但是这个地方，就是这个参考程度这里，它是越高越好，越到1越好吗？不是的，因为有一些模型。就是这里的模型和你这边图片的一个生成，然后它有时候就是跑不到0.91这么高的一个高度，它出的一些图片就很奇怪。比如说给大家展示一下，比如说我们传这张图吧，就是这个人物的这张图，然后我们把这个拉到1，但是我们模型换了，我们换个 Child Mix， 就是这个模型。然后这里的话，我们用它原来的这个，同样用它这个，先清空，然后这里我们生成4张图片，其他。
它我们就不改，我们点生成。好，这里生成的你可以看一下这张图，就是这些图，你看这个表情都很奇怪，你看这个人物这个脸也很奇怪，对吧？看到没？都很奇怪，就是这个人头啊这些。所以说，下边这个如果你的这个拉得太高也不是越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。而且我们使用这个预处理器的时候，它是上传的参考图和我们的模型一定要选好了，就是这块儿。所以我们这个你的这个值越高，它的参考程度也就越高，但是呢，它崩图的一个可能性也就越大，这个值参考程度也就越低，它的这个相似度也就越低，但是它的这个稳定性效果会更好一些。大家可以下来自己调一下这个值，什么一个值，然后生成的一个效果比较好。然后大家下来去玩一玩这个预处理器。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。